放眼时间。那么周六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宣布鞠躬下台，这是引发了是一个叫做预期之中的政坛地震。他是刚刚跟美国谈成功了对美关税，他就下台。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接手的会是谁？美国的财长贝森特高调宣布说将启动对俄罗斯的2级制裁。什么叫对俄罗斯2级制裁？就是对中共的1级制裁。真的假的？这里头到底牵扯什么样的因素？川普真的做得下手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另外一个呢，就是韩国在乔治亚州的现代的电车工厂被国土安全部突击搜查，成为近几十年来最大的搜查案，抓了475人。哇，美国去搜现代的工厂哈，是什么情况？到底什么原因呢？这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几个话题哈。好，我们现在就直入正题，先说日本首相石破茂，他是在昨天傍晚召开紧急记者会，正式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的职务。因为日本嘛，就是叫做什么来着？执政党哈，它能够阻隔的最大的党，那么它的总裁就是日本的首相，这叫做议会内阁制。那石破茂就说呢，美国跟日本的关税协议现在呢暂时告一段落，说白了就是谈成了哈。包括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日本对美国这个叫做出口的汽车从25%降到15%。那让日本的这个工业界或者汽车界放下一块大石头。所以呢，石破茂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是一个交接的好时间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他就决定下台。但是呢，真正下台的原因是在今年7月20号参议院大选的时候，自民党遭受惨败面对党内是排山倒海压来的逼宫的声浪，那么自民党基本上就是党中央就很难顶住了石破茂自己的1级主管呢，就纷纷在不同时间表示要辞职，或者说表示出要退役所以石破茂其实是面临一个众叛亲离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的辞职呢，选举失败呢是主要的原因那让党内认为说石破茂当首相是拉不动选票的。这里头呢有一些内情自民党的前干事长叫石原伸晃，那么他就在电视节目中说，他说除了选举失败被党内反对派抓住把柄之外呢，石破茂首相还有2大硬伤，一个就是说政策执行不够力言出必行的这么一个效果出不来。所以呢，导致物价高涨是民生痛点。他给老百姓每个人发2万块钱的日元补助金呢，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收买，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他在外交上虽然有成绩把关税谈下来了，但是呢，国内的政局不稳，外交的成功难以补这个叫做内需，就这么个情形。第二个呢，就是石破茂在党内现在是孤单无助他长期都是批评安倍晋三的这种主流派他们的政策，所以在自民党内树了不少的敌人，所以人脉圈子很小，党内支持者不够，也没有很好的智囊团。他上台之后呢，他组合就很费劲儿自民党最优秀的一些人才就没有这个，因为跟他有过节就没有跟他保持距离，就没有入阁。所以呢，他的内阁班子也不是非常的优秀比如说就前几天嘛，在93阅兵的时候他要发表一个战后80周年的一个谈话，结果呢，学者也反对，他的官僚也不帮忙，没有团队支持，最后他明明想好的要做这么一个讲话，稿子出不来就卡壳了那另外呢，他对中共的态度也是比较暧昧好，那么现在我们说起来就是往下，到底他下台之后谁会接手？那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先说一个第一个可能接手的人呢，就是叫做日本的前经济安保相叫做高市早苗这是一个女士，今年是64岁，她已经确定说将参加自民党总裁的一个竞选，那么最快将在本周内宣布。那么她现在是在去年他就已经是要竞选这个叫做自民党总裁了。这个人呢是历任他是资深的政治人物，历任经济安全保障大臣和总务大臣。在去年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时候，第1轮选票就第1名喽，但是呢，在第2轮选票的时候被石破茂逆转最后就让石破茂赢了石破茂出任首相。但是他在日媒发表的民调中呢，现在高市是最领先的他是领先多少？23%并不高因为下一个第二名就是22%，我们待会再说第2名是谁。这个高市呢，他是保守立场那么主张修宪并且主张参拜，他自己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在经济政策上呢，他是反对日本央行升息
呼吁加大财政支出来刺激脆弱的经济。所以上个月的日本经济新闻社的民调就显示说，他在最适合出任下届首相的选项中是23%的支持度领先。那另外呢，他对华态度也是强硬的哈。第二名是谁？第二名就是22%啊，就是日本的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公子哈，叫小泉进次郎。那他是被看作是这个新时代的代表哈，就他比这个高市要年轻20岁呢。他是去年以改革派的姿态参选自民党的总裁，结果拿到第3名哦。啊，他当时承诺就是说，我可以这个修复哈，因为丑闻而受创的自民党的形象。他现在呢是这个叫做石破茂的叫农林水产大臣，那么积极推动这个叫做稻米流通。大家知道日本的那个稻米啊，日本的米价上升很高，所以呢他主张就是释出叫做储备米来压低价格。他在2019年出任环境大臣的时候呢，就呼吁日本废除核电。但是呢，也是因为他会说这个气候政策应该很酷啊，或者说很性感啊，这些话哈被遭受批评。总而言之吧，高市呢是比较右啊。这个小泉是比较左，一个右一个左，这个姿态非常明显。虽然在一个党之内哈，两个人呢现在选票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两个人不管是谁出任首相吧，我想对美的政策应该是一致的哈，但是对华的政策就会展现出比较大的不同啊，因为他们对华政策一个强一个软嘛，所以呢这一点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日本的政局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哈，自民党和他的盟友已经失去了参众两院的多数，所以呢你就算选上了自民党总裁，你也不能自动保证一定会成为首相，你要跟在野党能够，就是说如果在野党团结一致的话呢，就有可能把这个首相还挤掉嘞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任期哈，石破的总裁任期原来是到2027年的9月份，所以离现在还有整整2年的时间哦。由于这个任期没有满就先辞嘛，所以接任的人呢也会把他这个2年的任期接下来，所以将近是24个月、23个月的样子。所以关于这个日本的情形啊，当然日本还是蛮重要的哈。我觉得这次的变化呢不会带来太大的变化，只是一些微的变化。但如果高市上台的话呢，在国内保守经济政策的出台，那国外对于中共的这个态度都会更加的强硬哈。所以呢，我们有没有日本的观众啊？日本观众我这个方伟的频道还不少，那大家怎么看呢？能不能留个言啊？就留一句话或者一句话，当然越多越好了。描述一下你对目前的这个石破茂下台之后的日本首相继任的这个态势你怎么看？看好哪一位呢？啊？好，跟我们表达一下您的意见。好，在我们关注新闻的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关注自身的健康。给大家很快介绍一下哈，这个节目的赞助厂商韩国的清肺产品扁康丸。很多朋友在问能不能寄到中国去，可以寄到中国去哈，全球发货都可以寄，可以包括寄到中国，是这么个情况哈。那这个扁康丸很快跟大家说一下哈，它的这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河北省有一个宋女士，今年42岁，在疫情期间呢就感染了一次感冒，当时就没有及时服药，她觉得感冒嘛很快就会康复哈，结果就引发鼻炎。结果每天早上一醒来就是不停打喷嚏、流鼻涕，甚至开始带有血丝，很难受。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因为鼻子就不通气被憋醒哈，导致严重的睡眠不足，白天也容易犯困没精神。后来呢，他在2024年去年10月底开始吃扁康丸，开始吃第1瓶的时候就感觉鼻子开始通畅了，流鼻水也明显的减少。吃到第2瓶呢、第3瓶呢，早上起来鼻子就不再痒了哈，晚上也能够安稳的入睡，睡眠质量大大的改善。他说更让他惊喜的是，他原本前胸跟后背有皮肤癣啊，经常发痒，看上去是红红的一大片，原以为是老毛病，反正治也治不好，不知不觉居然好了。哎，这就是扁康丸的厉害之处哈，皮肤炎跟鼻炎其实是一个原因哈，他的皮肤恢复了正常，连痕迹几乎都看不到，所以他现在继续在服用扁康丸，身体整体健康也非常好，精神愉快，感觉轻松，非常谢谢扁康丸给他重拾健康与快乐。好，那么扁康丸是由20多项这个珍贵的药用食材组成，专门针对现代人的肺部负担重哈、呼吸不畅的这个问题，解决清肺调养，提升体质。那徐孝熙院长就认为说，肺健康是人体健康的重要保障哈，他的这个叫做扁康丸帮助了全球16万多人哈。见证了它清肺的神奇的效果。如果您跟家人有相关的困扰哈，鼻炎呐，这个叫做皮肤炎呐，还有这个叫做肺的问题哈，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现在或者拿起电话联系他们的客服，可以了解最新的情况。好，我们下面看一下哈，这个叫做俄乌战争持续升级啊，真的是这样啊！乌克兰昨天发表消息说，俄罗斯一夜之间动用超过800架的无人机和多枚导弹
对乌克兰多地展开大规模的攻击，成为历史上单日攻击最大规模的这个日子。乌克兰方面说呢，这次攻击还包括13枚飞弹，其中包括4枚是弹道飞弹的大型的导弹。那么甚至于有无人机越境从白俄罗斯，这北边的白俄罗斯就不是俄国了从白俄罗斯飞进乌克兰。我们都知道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小兄弟嘛，同进同退那个姿态所以乌克兰俄罗斯对于基辅发动的这个夜间攻击，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婴儿并且引发首都的多幢建筑起火燃烧，其中就包括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的内阁部长大楼。那川普在上周五就表示说，他会让战争落幕因为现在记者见到川普就老追他，你觉得怎么样？你能让他落幕吗？你能让战争结束吗？川普说我会让战争落幕，我已经让7场战争落幕了他希望这是第8场，如果不落幕的话，有人会付出极大的代价。OK， 那么记者就直接问说，对俄罗斯实施第二级制裁，你准备好没有？川普说是的，我准备好了。哇，真的吗？2级制裁是什么意思待会跟大家说清楚。那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就说，川普总统和万斯在上个周五的同一天跟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那么通话完了之后呢，基本上讨论的就是欧盟跟美国怎么一起往前走就在2级制裁的时候同步进行。那么已经准备好对俄罗斯实施2级制裁的这个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这么说，他说如果我们跟欧洲配合行动的话，那对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2级关税，那么俄罗斯经济将全面崩溃，将迫使普京走上谈判桌。他说目前的局势就像一场比赛，比的是乌克兰的军队能坚持得久，还是俄罗斯的经济能撑得久。他认为这是这场战争结束的根本的一个本质你同意贝森特说的话吗？乌克兰军队撑得久，还是俄罗斯经济撑得久？说实话，我不同意不同意为什么？待会儿说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石油跟天然气是俄罗斯最大的出口这个商品、出口物资。俄乌战争打响之后俄罗斯主要的这个买它的油的客户就是中共、印度和土耳其。如果说美欧联手对俄罗斯实施2级制裁，因为这两个地方对俄罗斯的1级制裁已经制裁的没什么可制裁的了所以呢要出手就是2级制裁。2级制裁就是谁跟俄罗斯做生意，我给谁提关税，就打这3个国家中国、印度跟土耳其。那么石油和天然气对俄罗斯来说多重要，占整个俄罗斯出口的60%以上，为政府1年的预算，那这个预算呢肯定包括军费了预算贡献40%，就这么多所以呢俄罗斯政府口袋里10块钱，4块钱来自于石油出口跟天然气出口。所以呢，另外呢，对整个的 GDP 经济贡献高达1/4%，25%就是基本上俄罗斯说实话，这个国家就是挖了石油，挖了天然气，提了天然气，然后再加上一些矿物质各种原材料，俄罗斯就是卖资源卖资源作为赚外汇的主要的方法。那么谁是大买家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大买家，第一大买家，买了47%的俄罗斯的石油，这是去年的数据印度买了38%，欧盟也买欧盟仍然是俄罗斯液化石油气和这个叫做管道天然气管道天然气就是管道输送的重要市场，占份额分别是51%和36%。OK， 那你说你欧盟什么情况你还要逼印度，逼人家不买俄罗斯的石油，你自己买那么多？因为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没办法，欧洲自己没有能源。OK， 那么美国他自己真的是没有能源的。我昨天晚上做了一集关于这个欧洲的沉沦我引述的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维克特汉森关于欧洲整个的一个全面的看法。我觉得你可以去听一下你要对欧洲很好奇的话，我觉得斯坦福这个维克特汉森教授的讲的话我觉得非常有价值他看法是非常的负面的就是不是负面，悲观就讲的是俄罗斯欧盟在石油上，在能源上等于是自我阉割，自己把自己干掉，所以搞到干掉之后没有办法，只好靠俄罗斯已经铺过来的这个天然气管道。好，那么现在说美国，我们再说一遍美国为什么制裁印度为什么制裁印度？为什么不制裁欧洲呢？同样的都在买俄罗斯的石油或者天然气嘛，对不对？因为在川普看来，欧洲是为了生存才买，而印度你不是因为自己需要，而是因为要赚一笔钱才去买的。现在你印度跟我做朋友，要跟美国形成全球战略伙伴关系，那我请你，我作为朋友，请你帮我给我个面子你不要再买俄罗斯的石油，不要赚这个钱。
你就不给我面子，当场打脸回来，那我当然就修理你。这就是50%对印度关税的来源啊。迄今我看来就是这个情况。大家知道，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前呢，印度买俄罗斯的石油，印度不需要俄罗斯的石油，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只占印度总进口的1%到2%。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呢，也比较贵哈，第二不好运，从俄罗斯运过来不好运，他们没有这个叫做输油管线嘛，用船运非常不好运。但是呢，战争开始之后，俄罗斯就开始贱价卖油，便宜的油价呢，再加上这个他本来就很亲俄国哈，想借这个机会去帮俄国，所以呢，在战争的第2年，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跳升13倍啊，从25亿美元的价值升到310亿，再到第3年再跳升4倍，从310亿增长到1400亿，到第4年就现在哈，比去年再跳升30%。所以现在呢，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占印度总共进口石油的35%，他拿来他只是加工之后再卖给欧洲啊，他是卖钱的，他并不是自己用，并不太是自己用哈。所以呢，就有人说印度真的是在发战争财啊，对于很想阻止这场杀人战争的川普，当然让他就是这简直是给他眼睛里掺沙子啊，他看得特别不顺眼。你是真在帮俄国的战争哎，完全是为了赚钱发战争财。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才给印度就是等于是提前提出2级制裁。但是即使如此啊，我觉得呢，川普摆平印度还好办，我认为他会摆平他啊。大家知道9月5号上午，川普发了一个推，说印度加入这个黑暗势力哈，意思就是加入中共跟俄罗斯的邪恶阵营。那么真的把印度吓死哈！下午的时候，这个川普在表态说：“哎，这个莫迪是我的好朋友。”哎，你看他一说谁是他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应该紧张一点。是好朋友哈，我们美国跟印度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哈。结果下午莫迪赶紧表态，接着赶紧表态说我们哥俩是好的啊，我们关系很好，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然后在下面@了川普的账号和这个 POTUS 哈，就是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美国总统的这个推号，意思就是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在表态呢。这是他第一个表态。第二个表态，大家知道哈，在这个昨天晚上，星期天晚上，中共的外交部宣布说，应巴西的总统卢拉邀请，那么金砖会议的领导人上线开峰会啊，各自发表重要讲话。OK， 这就是9·3阅兵之后中共想做的趁热打铁的事情啊，朋友圈赶紧拉近一些。虽然是卢拉发的邀请，肯定是中共让他发的邀请哈，因为金砖会议中共是盟主啊。结果呢，那克里姆林宫赶快就来参加，对不对？说这个我们普京会参加，因为上次他没有去巴西参加的原因，是因为他被通缉啊，他怕这个真出意外啊。你线上峰会那就无所谓了。有意思的是，印度总理莫迪不参加哎，他说我派我的外交部长去就好了。线上会议哎，就总共就3-4个小时，就根本就是没有任何障碍让他不参加，但他就说不参加，为什么？因为川普已经拍了他的背了，隔空拍了他的背啊，我们还是好朋友啊，你学好一点。所以他就不参加，所以莫迪对美国的姿态通过这件事情就表现得非常清晰哈。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印度啊，作为又去参加金砖5国，又去参加上合组织，又要跟这个美国、澳大利亚跟日本搞4方合作，又要跟美国搞这个印美战略联盟，什么都吃，什么都占，那不行啊，对不对？你说这些国家要是互相之间也都是求同存异就算了，现在美中之间哈。那是势同水火，越来越势同水火了。你还什么都吃，什么都占，那就做不到了哈，就一定会被哪一边收拾。那么现在就是对美国收拾完之后，那就是这个印度做一个真正的选择，要站在哪一边？我认为他会站在美国这边。我认为哈 ，we shall see， 我们看一看哈。好，那么我们再来说了哈，美国的2级制裁真正能够起作用的，我说印度不容易，不难摆平哈，摆平了之后也解决不了问题啊？为什么？因为真正必须。制裁起作用这对华制裁要开始并且起作用，但这里头有3重难度。第一重难度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哈，前一轮关税的时候，4月万国关税开始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就是高到145，中共打回来125。川普说了，这跟禁运一样，贸易禁运是一样的，中美之间贸易就断掉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你去对中共搞制裁，中共就掐你脖子，再去稀土掐脖子。大家知道，川普自己讲哈，稀土要1年美国才能活得过来，你去搜这个叫机器人搜索哈 ，Grok 啊或者这个 ChatGPT， 它都会说要7年时间。当然了，这个人工智能它很多事儿它搜的也不靠谱哈。那川普说要1年时间，1年呢现在才几个月呢？现在中共伸手掐脖子，美国还是被掐住啊。川普第一不想和中美之间实行贸易禁运，因为很多的美国公司还没撤回来，
还要收尾。第二呢，他不想稀土再被掐脖子。那你怎么对中共进行2级制裁呢？你制裁下去，人家打回来，你怎么办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哈，前面2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就算美国对中共实施了制裁，就算我想这个话说的可能有点争议性了，就算对中共实施铁腕的2级制裁，有用吗？能够停止战争吗？我认为没有用我贝森特说就是乌克兰军队撑得久，还是俄罗斯经济撑得久？我认为没有用。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这个我先说俄罗斯的表现因为川普已经放了话了，就要做2级制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叫佩斯科夫就说，没有任何制裁能够迫使俄罗斯联邦更改我们总统一再说的一贯立场，就是要把乌克兰收复，对不对？打服嘛，对不对？佩斯科夫就说呢，西方的制裁手段在向俄罗斯施压方面已经证明毫无作用他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毫无作用？因为如果中共的经济不垮，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就不会垮掉。OK， 因为对于普京来说有人在背后撑腰跨海口，合作无上限，他又不知道背后这个支持他的顶他的这个家伙的深浅，自己的深浅，当然他放心了。用英语话叫做 China has his back 俄罗斯背后有个大后方，所以他就是胆子很大。反正背后他觉得是个无底洞有的是资源源源不断会送过来，所以他才不会停战呢。所以呢，这就是制裁俄罗斯经济没有用的，中共会一直输血，一直输血，你制裁不出什么结果来的，除非你把中共的经济制裁到垮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俄罗斯就是普京真的是个傻子他觉得中共能够完全顶他，那中共这边是或者习近平定下这个策略的人就是个疯子有多疯？我跟大家讲有多疯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报道说，这个话应该没有这个消息，我认为是个真消息不是假消息。说中共正在准备向俄罗斯主要能源公司开放中国的国内的债券市场，支持俄罗斯的公司在中国发行人民币的熊猫债。那么这是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的企业首次在中国融资也反映出中俄之间的日益深化的外交跟经济关系。那就在2个月前7月份40多位俄罗斯的商界人士和中国金融专家在俄罗斯驻北京的大使馆会面，探讨如何提高俄罗斯企业的信誉，以便在中国可以融资。这是什么意思就打开中国老百姓的钱袋子，直接给俄罗斯用。所以这里就体现2个事情第一，中共顶俄罗斯的决心之大，对不对？甚至要帮俄罗斯打开自己国家老百姓的钱袋子，让他去直接提钱，决心之大。第二就是自己的钱包之浅，就中共自己没有钱就直接自己没钱给俄罗斯了，让这个老百姓给。所以呢，这个双方的战争大家还有一个就是中共跟俄罗斯这2个国家它不是你知道吧？这个贝森特他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就比较以美国人的观点他认为我如果经济掉了3%的话，我肯定不干了，我就已经不行了。中共是觉得吃草他都不在乎的，因为不是他吃草，是老百姓吃草。俄罗斯多多少少也是个态度，多多少少没有完全像中共那么叫做怎么讲死硬但也差不多。所以呢，你给俄罗斯的经济造成一定的打击，甚至于对中共的经济造成一定的打击都没有用，我认为都没有用，它还是会打下去的除非你打到最后打到中俄都完全没有力气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欧洲也会没有力气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欧洲的节目嘛，这个维克特汉森就说，他说欧洲把军费提高到 5% 我们都觉得哇，欧洲 5%， 那军费多少？5000个亿一年，那打一场俄乌战争还不够汉森教授说，他提到 5% 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根本就没钱，因为欧洲现在经济停顿政府被这个福利支出拖累，债台高筑，没有余钱而福利支出被非法移民或者中东的移民领取没法停止，一停止马上就会出现内部骚乱。另外呢，这个欧洲能源自我阉割把自己核能全部干掉，把煤电全部干掉，然后跟中共做生意造成自己的生产的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这是欧洲，特别是德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他在跟中共做生意的话，大开大合技术被中共大量的盗取，中共抢了偷了俄国的技术，再杀回马枪把产品卖回到这个欧洲来。这就是比亚迪的这个故事所以呢，欧洲现在是没有钱在维克特汉森看来，他说欧洲是没有钱跟俄罗斯打仗的，打一打很快俄罗斯、欧洲跟中共都会枯竭。所以这就是这个战争的态势，这个态势跟
这个川普想结束的7场战争都不一样，因为那7场战争背后都没有一个这么深的一个大国纵深啊。但是俄乌战争有，所以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个世界经贸大战。那么日前呢，这个中共宣布向华盛顿派出他的贸易特使啊，他什么词儿都抄美国哈。这个人叫李成钢啊，李成钢呢是这个何立峰，就是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哈，谈判的这个首席代表何立峰，他的谈判团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他跑到华府来干嘛呢？也不是华府邀请他的哈，他就主动要来谈。他谈的啥意思？他的信息就是我们愿意谈判。他背后真正的意思是我们愿意谈判，但是我们没有准备好要签协议，也就是谈谈，一边谈对方就怀有希望，你就可以给俄罗斯创造继续往前推进的机会跟时间啊，这就跟当初啊1945年、46年国共谈判一样的故事哈，谈。所以呢，这就是中共的打法啊。所以呢，这个战争真的是我觉得最起码要延续好几个月啊，中俄跟欧洲都会大量的消耗，其实消耗到最后都没有力气的时候啊，我觉得美国到最终川普可能还是要花钱参战的，不然他结束不了这场战争。这我们就看吧。但不管怎么说，目前美国还是没有被拖进去哈。现在中欧俄也包括乌了，当然了，绝对是已经完全拖进这个战争的泥潭了。哇！好吧，您看好川普近期结束俄乌战争吗？你听川普自己的话，他是有信心的哈。你看好川普近期结束俄乌战争吗？看好或者不看好，我们做个民调，好不好？看大家怎么看哈。如果没有这个不是现场直播的这个观众朋友，写个看好或者不看好就好了哈。我们了解一下大家的看法。好吧，那下面再讲下个故事，讲 ICE 哈，美国国土安全部突袭韩国在乔治亚的现代工厂。这什么情况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墨西哥人或者中南美洲人是 ICE 突袭的对象。而星期六的消息是，乔治亚州的韩国现代超级电车工厂 EV 哈，这个电动汽车被 ICE 突击搜查，抓走了475人，这是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 ICE 的搜捕啊。韩国现代工厂的所以呢，这背后什么故事哈？ICE 查了几个月啊，查出来抓走的475人都是没有身份的，其中300%到350人都是韩国人。这韩国人什么情况呢？他们是要么是非法入境，要么就是逾期不归啊，等等之类的，就是拿着合法的短期签证来，但是过期没走。但是呢，这个现代工厂严格的说哈，这并不是韩国的这个叫做现代。就是Hyundai就是Hyundai的这个电车工厂所在地，它在边上又盖了一个电池厂，电池厂在建设中，是一些建筑的这个过程哈，所以这475人是那个电池厂的建筑工人，是那边，所以现代电车呢工厂并没有受到影响。那这个现代Hyundai就发表声明说，我们没有雇他们，没有雇啊，这是那个电池厂我们找的合同工的公司他们雇的，我们没雇。但他说真话假话咱们不知道哈，我们就说一下各方面的反应，以及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川普就说，第一啊，我们的这个叫做国土安全部啊做得对啊，这非法移民是要这个抓捕哈。第二，外国人来美国投资建厂呢，要给人方便啊，要给人家短期居留和培训的这么一个这个叫做许可。因为他说美国人已经不会造电池了，美国人也不会造船，这都是韩国的特长，我们要给他方便哈。这就是川普拿了外国的这个巨额的投资啊，他得给这些投资人一个方便呢，你不能说啊承诺给了钱，但是来美国步卡壳啊，包括是遭受搜捕啊，那川普就怕把这个生意赶跑了啊。这第二句话，第三句话说，你们呢在美国开公司啊，投资你们要雇美国人，给他们工作，给他们培训啊。他的意思就是你别禁锢韩国人啊，特别包括这些没有身份的韩国人，你们要守我们美国的法律。那韩国这边呢，觉得韩国政府就是很关切啊，你们这475人，300多人吧，300多韩国人哈，你们别驱逐了，我们直接派专机啊来把他接走，而且希望说以后他们再入境美国的话呢，不要留下不良记录，好吧，把记录删掉，让他们以后不要有这个障碍。所以呢，怎么讲呢？我觉得哈，这个原因可能就是韩国在美国嘛，他因为他就是想雇自己人就对了哈，可能说话也方便啊，结果呢，他可能真的就到处去找这些在美国的韩国人本来也不是很多嘛，对吧？把他们找来直接来给他们工作，结果叫 ICE 盯上，然后就闯上门来啊。所以呢，我想这个韩国经此教训吧，包括各个外商就不会太做这样的事情了，因为这件事情最大的后效应是所有的公司，因为这个消息传的全美全世界2天，所有的公司都会考虑我这儿有没有非法移民，ICE闯上门来我该怎么办，对吧？
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川普的政策是什么哈？就是在美国断掉这些非法移民去找到工作的机会，断掉他们领取免费福利的机会啊，然后呢，让他们没有转正身份可以转正的希望啊，再加上呢，你如果自愿离境的话，给你奖励。给你什么奖励？给你4重奖励。第一就是说，你如果自己愿意走的话，下载一个 app 啊，填一填就我自己走了。那么首先，在你的护照上没有任何的正式驱逐的记录，这第一个好处。第二，机票我们给你。第三，给你1000块钱的这个退出美国的奖金。第四，以后你重新申请来美的签证的话呢，会走快速通道，不用排队，优先处理。也就是说，你是个规规矩矩的回去，你下次再回来我给你方便。所以呢，这个 ICE 哈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现在的报告显示说，从川普上台以来，现在在估计1200万这个叫做非法移民中，他们强制遣返了14万5千人啊，将近15万人啊，这都是很多都是犯罪啊，这个罪犯有关的。但是呢，有160万人自愿离境了哈。所以川普的政策是很有效啊，他持续的做前面的4件事哈，叫做断掉工作或断掉福利，这个没有身份转正，再加上给他自愿离境的财务激励，就会让这些人自动的更加多的就主动离开，就这么个情形哈。所以呢，你对川普总统的这个叫做移民政策啊，你怎么讲赞不赞成呢？所以呢，我在这里给华人，在美国有很多这个叫做滞留，这叫做逾期不归的华人，或者通过跟韩国人一样哈，从南部边境直接越境过来的这个华人。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留下来的，留美不能反美哦。你的各方面呢，就是社交媒体上不能留下这样的记录。其实我跟大家说实话，拥共也不可以。大家知道，在那个密西根大学嘛，几个学者，2个学者被抓，对不对？其中就是在他的那个社交媒体上看到他里头明显拥共的这个语言。所以人在美国，现在拥共都是一个问题了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当然，我是希望你不要说，因为我很拥共，因为美国现在气氛不好拥共，我就不拥共了，这强制的。我希望大家别拥共。共产党有的人说这个方伟这个逢共必反啊，不客观，因为我是个新闻人嘛，不客观。哎呀，我跟大家说实话，我真的不是这么看哈，因为一般而言，一般的议题确实应该平衡报道，两边都报。但是呢，我觉得当一个政权哈，就涉及这个叫做违反人性、违反人道，带来巨大灾难，已经是明显的人权罪犯的时候，包括器官火灾这样的东西，你再给他50%，大家知道中共豢养了1万多家媒体，报他正面的多了去了啊，像方伟这样的媒体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么少的媒体，我还要两边平衡报道。关键是说媒体啊，跟那个人一样，他有一个良心问题，有些底线呢，你是不能够突破的。一个人权罪犯，你给他50%的报道，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哈。我认为所有的媒体都不应该这么做，因为他已经突破底线了，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些事物的一个争论啊。所以呢，在这点上呢，我觉得哈，我选择对批判中共，我觉得是所有华人都应该取的态度。这是一个外来政权，荼毒中国70年啊，80年、70年、49年到现在多少年？75年，荼毒中国哈。它真的不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不是啊，它真的不是。你查清它所有的理论。哦，最近再说一下啊，我们最近的叫做《裸体共产党人》的这本书已经出来了哈，比原先预计的拖久了9个月，非常非常抱歉，在这里向大家道歉。但是呢，大家如果看到上下2卷哈。我们价格也没有提升，上下2卷书，整合了西方社会啊，就是美国当年斯考森教授父子对共产主义的深刻的认识，加上我们这个方伟后来的这个总结，所以呢，对于这个当代共产主义是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到位的一个认识的，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已经订书的很快会寄到哈，谢谢大家在最后忍个10-20天。那么没有买这本书的朋友呢，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下，就在来梅优品上就有这本书哈。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要认清楚中共对中国带来的荼毒哈，这个共产党它是个异类啊，它并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真正中华传统文化的是什么啊？我还专门会开节目来说，好吧？那另外就多看方伟的节目吧，多看方伟节目你也可以了解美国呀，对不对？大家知道哈，以后连美国入籍考试都要改题了啊，这是昨天发出来的消息哈，所以你真的是要很懂这个，懂美国越多，你越容易过关哈。所以看方伟时间啊。这个学美国常识，刚才出了那个叫订阅的那个记号哈，可以再出一下，大家就点击个订阅就可以收到通知。好，另外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对，订阅，你看就点击一下订阅就可以了，就这个动作哈，也不需要花任何钱啊，订阅、点赞、转发。
打开小铃铛就可以了，就可以收到及时的通知。另外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现在您正在看的叫《早安美国》节目，是每个晨间的哈，除了星期天之外，一周6天的早晨的节目。好，那么除此之外，在晚上呢，我会发布一些叫做 podcast 英文叫 podcast 播客节目，包括早安中国，我有时候会参加哈，包括远方对话，唐俊远跟方伟的对话。那今天下午我会跟这个张天亮教授来录这个天方夜谭，张天亮教授跟方伟叫天方夜谭哈，会录2个话题。那么另外呢，我还会增加一个十方漫谈，十方漫谈就是不是8、9、10的10，是石头的石哈，十方漫谈，会跟他们做各方面的做一些深入的探讨，跟早上的新闻就不一样了，会比较深入的探讨哈。在今天下午跟张天亮教授的谈呢，就讲的是习近平的这个失去权力，张教授的观点是什么？他跟唐金远先生是不一样的哈。另外呢，中华文化在当今还有用吗？在西方文化强势的今天，我讲的也是主要的是西方文明，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还有用吗？这是这个话题，我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思哈。所以呢哈，记得大家订阅一下，好吧？不要错过方伟的这个早上的早安美国，也不要错过晚上的我们的 podcast， 我们的播客节目哈。好的，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这个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好，今天下午的节目是预录的哈，过2天才会发出来，并不是今天会发，但是你订阅之后就不会错过。好，那就这样喽，好，下次节目再见。